这辆列车竟然能在银河中驰骋，这次大雄又将和小伙伴们经历怎样的冒险呢？小夫在炫耀他坐蒸汽火车的经历，大雄嘴上说着那种东西谁会想要做，实际上他非常羡慕。大雄一回到家就跟哆啦 A 梦哭诉，哆啦 A 梦教育他要想开点儿，不要什么事都羡慕别人，然后就先走了，没再理大雄。哆啦 A 梦走后，大雄在他坐垫下发现了一张银河铁道乘车券。他下车去问哆啦 A 梦银河铁道是什么，哆啦 A 梦告诉他那是一种蒸汽火车型的宇宙列车，把票用检票机检一下，列车就会穿越时空来接人了。哆啦 A 梦刚想问大雄是怎么知道银河铁道的，电视上就播放了铜锣烧半价的广告，转移了哆啦 A 梦的注意力，他立即冲出去买铜锣烧了。大雄带着车票去跟小伙伴们炫耀了，说自己今晚就会在后山乘坐前往银河的列车。小伙伴们都不信，觉得大雄在吹牛。晚上，大雄快速吃完饭，独自来到了学校后山。他检了票之后，抬头仰望星空，草丛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原来是小伙伴们来凑热闹了。胖虎和小夫等着看大雄出糗，蒸汽火车在哪儿呢？大雄也不了解情况，只能说马上就来。胖虎觉得他在骗人，做事就要揍他。这时天空突然洒下奇异的光，一辆火车从漂亮的云团中驶出，蒸汽火车从天而降，小伙伴们都看呆了。随后车上下来一个机器人，他告诉他们这辆列车从翁波罗梅达发车，开往哈天诺行云，要上车的赶紧上车。小夫和胖虎立马态度180度转变，想让大雄也带他们上去。静香也想坐，但票只有一张。没想到机器人说他们上多少个人都可以，反正这辆列车后半句他没说完，感觉这列车有什么秘密。小伙伴们兴奋地登上列车，他们穿过森林飞向天空。空间站的宇航员也看见竟然有蒸汽式列车飞在空中，他们再次驶入一个云团中，就消失在了宇航员的面前。静香和大雄一起坐在窗边，欣赏着太空中的美景。在小夫和胖虎的提醒下，大家发现了奇怪之处。他们走遍了所有车厢，但是这辆列车上除了他们几个以外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就连驾驶室也没有人在。几个孩子瞬间被吓傻了，这不会是鬼车吧？紧接着车里的灯也灭了，他们惊恐地抱在一起哇哇大叫。更吓人的是，他们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，还有幽幽的灯火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发现银河列车票和大雄都不见了，那是他买来当做纪念的车票，大雄竟然擅自用掉了。哆啦 A 梦很生气。画面回到列车上，原来这个机器人就是列车长。他打开了灯，告诉孩子们这辆列车是自动驾驶的，灯只是有些接触不良而已。列车长说因为那个的缘故，现在都没有人要乘坐银河列车了。列车在天狼星站停靠了，这里没有商店，也没有盒饭。胖虎和小夫直呼没意思。列车长和站长闲聊了几句之后，列车又继续出发了。胖虎和小夫开始觉得没劲儿了，看来看去都是星星，而且他们肚子也饿了。他们跟列车长说想回地球，结果列车长告诉他们票是到终点站的，因此他们必须坐到最后。胖虎和小夫开始对着大雄无能狂怒，将错都怪在他头上。大雄只好去试着求列车长，可还没等他说出口，列车长问他要不要驾驶试试。大雄很喜欢火车，他开心地坐了上去。列车长让他踩了一下踏板，列车就鸣笛了，声音非常好听。列车长告诉大雄，这辆车是仿造萨布罗号的外观制造的，因此他把这辆车称为萨布罗。大雄又参观了锅炉，这个虽然是烧火的，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烫。原来这是22世纪制造出来的，表面有一层隐形的保护膜。列车长告诉他们，这辆列车已经有100多年了，已经修理了不知多少次，最初的那批零部件也基本上都换掉了，只有这个锅炉还是最初的那个，只要生上火就会一直燃烧到炉子冷却下来为止。大雄顿时觉得这火就像有生命一样。列车长说，以前有一堆接着一堆的客人等着给这个锅炉添柴火，那时候不排队根本就买不到票。萨布罗也被保养得锃光瓦亮，列车的工人们都很开心地围着他。随后列车长话锋一转，说从那个出现后就再也没有那样快乐的日子了。这时列车长突然剧烈震动了一下，萨布罗吐出黑烟，就像是生气了一样。
列车长连忙安慰萨布罗，而且将自动驾驶切换到手动模式。原来前方即将和其他列车会车，他们需要临时停靠让道。大雄和静香也开始给萨布罗加油鼓劲，再坚持一下就到停靠点了。萨布罗消气了，又冒出了白色的烟。列车长感叹道：“萨布罗号上很久没有像这样热闹了。”另一边，胖虎和小夫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，原来他们想直接跳车回家去。拜托，这里可是外太空啊！胖虎伸脚下去探路，发现列车是在一种隐形的轨道上行驶的。这时他们发现萨布罗的行驶速度变缓慢，前方已经在变道了。萨布罗停在岔路上，静静等待着反方向的列车先开过去。小夫和胖虎发现反方向有列车要开过来，他们高兴坏了，想去坐对面的列车回家，但铁轨他们下不去，于是他们就想了个馊主意。列车长在跟大雄他们介绍着即将与他们会车的是有着独立客舱、有酒吧的像豪华旅馆一样的观光列车，不过那是有钱人的消遣，和平民百姓是没什么关系的。这时突然响起了警报，他们连忙跑到车位查看，胖虎和小夫竟然把最后一节车厢的连接断开了。他俩这脑回路真是清奇，以为这样就能开回家了。果不其然，他们还没嘚瑟几秒，就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要怎么把这节车厢停下来呢？失控的车厢带着他俩快速驶向主轨道，而且停在了上面。更糟糕的是，下一秒豪华观光列车就向他们驶来，哆啦 A 梦也不在这里，其他人完全束手无策，眼看就要相撞了。小夫和胖虎吓得抱在了一起，这两人狂飙泪的场景可不多见。静香捂住了眼睛，大雄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哆啦 A 梦。神奇的是，下一秒哆啦 A 梦就从任意门过来了。哆啦 A 梦是来兴师问罪的，大雄，你居然把我这么宝贵的票……还没说完，他就发现现场的情况不太妙。哆啦 A 梦赶紧在口袋里翻找，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用轻便钓鱼竿把那节车厢拉了回来。这个小插曲可真是把大家伙吓个半死。救回胖虎和小夫后，大雄才得知，原来他用掉的是纪念币。萨布罗在跑完这一程后就会停止运营。哆啦 A 梦告诉大家，在未来任意门被发明出来后，就没人坐蒸汽火车了。大雄这才明白，原来列车长刚才说的那个是指任意门。想想也是，有了任意门可以瞬间移动，慢悠悠的蒸汽火车逐渐停止运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现在哆啦 A 梦来了，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任意门回家了。但大雄在得知这是萨布罗的最后一次运营后，他决定要做到终点，他不想让萨布罗寂寞地走完最后一程。静香也赞同他的想法，于是小伙伴们都一起留了下来。列车长看着这帮孩子，觉得非常温暖。紧接着，又一阵剧烈的震动伴随着刺眼的强光，打破了温馨的气氛。列车长连忙联系了总控室，原来是这附近发生了超新星爆发，冲击波很快就会到达。总控室警告他们，当务之急是要马上去避难，务必要保证乘客的安全。列车长正准备带大家去避难，可他们又收到了 SOS 求救信号，是那辆观光列车在附近发生了故障。哆啦 A 梦想用任意门去救援，却发现受到了电磁波的影响，任意门失效了。列车长告诉他们，不仅是电磁波，很快就会有成群的陨石砸过来。如果现在不去避难，他无法保证大家的安全。但现在他们是离观光列车最近的了，小伙伴们一致决定要先去救援。不愧是救世五人组，观光列车的乘客们正紧张等待着救援。在他们生命的至暗时刻，一声荡气回肠的汽笛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，是救援来了，他们欢呼着。小伙伴们分工明确，齐心协力地把乘客们有序地转移到了萨布罗号上。与此同时，已经有小型陨石开始来袭，混乱中一个小朋友与家人走失，静香上前安抚了他。在最后一名乘客转移完成的时候，一颗巨大的陨石砸中观光列车，引发了爆炸。劫后余生的大家乘坐在这辆老式的蒸汽火车上，相拥着庆祝。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心，大雄就发现萨布罗号的正前方有个更加巨大的陨石，但蒸汽火车只能沿着轨道开，因此他们无法避开这个大陨石，只能直直地撞过去。好在萨布罗号上装有破坏陨石用的小型能量枪，列车长拜托大雄和哆啦 A 梦要在列车即将与陨石相撞的时候射中陨石的中心，让陨石裂开，靠得越近效果越好。这种事当然要交给宇宙第一神枪手大雄了。大雄有些没信心，但哆啦 A 梦说这件事只有大雄能做到。在哆啦 A 梦的鼓励下，大雄勇敢地站在操作台，他瞄准陨石中心，屏息等待着最好的开枪时机。其他小伙伴一起努力，给锅炉添加能量。
这一车乘客的性命安危现在就掌握在大雄手里了。终于在列车即将与陨石相撞的瞬间，大雄精准射中陨石的正中心，陨石裂开了。萨布罗号呼啸着从陨石中心穿过，大家激动的欢呼。大雄和萨布罗号来了一次完美的配合。到达终点后，其他乘客都被时空警察分批送回家了。那个与家人走散的孩子也找到了爸爸妈妈。小伙伴们在跟萨布罗做着最后的告别。经过这一路下来的历险，萨布罗已经是伤痕累累了，但这是他的勋章。那个从没熄灭过的锅炉也渐渐冷却，褪去了火红的颜色。大雄最舍不得萨布罗，但列车长告诉他们，只要大家还能记着他，这就够了。这时，一颗螺钉掉了下来，看来这是萨布罗想送给大雄的纪念礼物。大雄将螺钉紧紧攥在手里，眼里充满了不舍。有这样一帮孩子作为最后一批乘客，列车长也觉得很暖心。最后，满身伤痕的萨布罗在孩子们的目送下，再次驶向被晚霞映红的天空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蒸汽火车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